我也哼着在梦里那首歌，很久没见过故乡的月色。有顶风冒雪的，来到了我们济南的东郊，有一位藏友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说小哥你务必要来一趟。我们家在拆迁的时候啊，拆出一件宝贝来。今天啊，正好年前嘛，走亲访友，正好路过，咱过来看一下，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宝贝。小哥，来，我在这来，今天下这个雪了，还录像吗？这是？不录你行吗？刚录东西啊，行，坐一下啊。他弄着呢。行，我你抱出来看。行。你这房子是分下来了吗？你看俺不租的吗？租的房子的。哦，房子还没下来。这么个东西。俺爷爷呢，我活着还说是一直没找着这个东西，就是拆迁的。哦。像咱们以前的老家都喜欢挂画。哎，画不弄，弄下来呗，都和留个年限。哎，一弄，这东西在那墙里嘞，这不拿出来擦了擦。土墙。在早的时候，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有些时候是都怕坏了。特殊历史原因，有些时候就藏在这里。主要来看看这个东西，真呀假呀，能值多少钱？那附近有2、3个过来看过，都说不假呀。这是干古玩的，我感觉不是假的。那么些年了，一直在家里拿手。它确实有那个后期仿的，但这个是当代的。写着还有字儿，大清乾隆庚子年，是吧？看一下。大清乾隆庚子年京造。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啊。我们经常见过，我曾经收到过几吨是什么呢？写着啊，大清乾隆庚寅年京造比较多，庚子年的块很少。咱比较就是咱们印象比较深刻的，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60年一甲子，1900年是庚子吧？那再往前倒60年，那不就是1840年？1840年再往上倒60年，那不是1780年了？这应该就是1780年宫廷造办处御制的，给乾隆爷做的。庚子年造的款非常的少，一看就是宫廷的做工，宫廷用那种锤呀铸造的工艺做出来的，非常少。乾隆是1736到1796，也就是说1780正好是乾隆，所以是那个时候做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一般内部都有编号，你看我给你找一找，你一定注意，带这个弓，然后这个地方带着字上都带着字，这都那时候工匠做的一些记号，而且铜质也复杂。咱看一下这个佛像哈，发短，这个耳坠、项链、臂穿然后宝赠飘带持沉定印，然后呢结加辅座，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乾隆的时候官造的制式。乾隆的时候有个6品佛楼这里边全是这样一个，所以这个东西是乾隆本朝御制。御制就是说官做，你说咱4期有官窑了，这种就叫御制，专门给皇帝做的了，专门给皇帝做。这个得多钱？不用紧张，你可能觉得刚开始接受不了。那2个都说多的，那几个都说是假的。兄弟，我这个咱不能乱说。你现在卖的话，我立马给你拍钱。我刚吹了钱，你也不差这钱。我花了1成。行，我先放起来了啊！我再看一眼，那手外国人一个著作，你看一下那是。就写的这种块，就是我们看都看不懂。一多少这种这皱纹，包括你看你值多少钱？俺说的是，我肯定给你个是你到时候卖的时候一定，真就是小出手的时候一定联系。这个一定得找小哥你啊，哪2个人来了就一定忽悠了，那是假的，就是那个。
人家讲不和你是得讲不出那么通口。他来了之后给我个350的想着弄走的。完了，我放起来了啊！行。其实人就是这样，将心比心，有一说一，就说哎，不管什么事情，哎，这两厢情愿，不能说去骗人、去坑人。那么首先，这就是对文化的一种侮辱。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也是正因为我们民族的东西。我不喝酒，得好意思，我也没啥家呢。我有2箱酒是。我不喝酒，我不喝酒。没事，举手之劳，我是正好从这儿走。您这2个月之前也给我打电话，老大，我确实没准备。那你来了这一次是吧？也不能马上的打给老人喝，我不能拿，我真不喝酒。哎，行，你听我说，哎呀，你听我说，我不喝酒。给老几家人不能给麻烦点，走远跑了。我不喝酒，那不好意思了，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到时候买的时候找我不就行？是吧？是。你这我喜欢的东西，其实买的东西就是我最大的支持，是不是？对。你6这是非常的珍贵，乾隆御制，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咱铜器当中就到玉制，比方说福气官洋。那么在一个铜器呢，在古代就叫吉金，吉利的吉，金子的金，就相当于金一样。在古代铜是非常稀缺的，是官方重视。铜钱制作钱的材料，所以说呢，这类东西我现在也是特别喜欢。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看缘分，缘分到了，善之有的。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我哼着在梦里那首歌，很久没见过故乡的月色。奶奶的蒲扇摇着那槐花落，爷爷的烟袋飘向了银河。非常的清香啊，雅不雅？今天也附庸风雅一会儿哈。那么咱们书归正传啊，为什么说啊爱喝茶的人家或者会喝茶的人家出大官？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啊，这个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在南宋的时期啊，有一位老者啊，这个老者叫什么呢？叫沈安，就写了一本书，里边就详细的记载。那么这本古籍善本呢就在我手里啊，然后呢也是应邀咱们西瓜视频出一期古籍守护人的一期节目啊，我也今天就作为古籍守护者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木版刻印的一本古籍就完全是按照古版来的，也是非常难得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云里雾里的。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就说南宋这个沈安老人爱茶具如命。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就说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喝茶要12件茶具，每一件茶具这个沈安老人都赋予了他拟人化，赋予了他官职。那么咱就看一下具体这12件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放到现在大家非常的陌生。第一件是韦红炉韦红炉，你看嘛，红炉其实谐音烘炉烘焙用的。把它放到这一个苇字边的一个器具里边进行烘烤，这样的话茶叶就会干爽，所以叫韦红炉，姓韦，官职是红炉这个红炉是个什么官呢？是管什么呢？管外交的一个官，它正好属于外围嘛，喝茶的外围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木袋制你看吗？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舀水的？其实不是这是相当于我们蒜臼子，你知道吗？其实它都是木质的，把这个茶烘干了以后放到里面，敲打一下，把它弄碎木袋制。那袋制是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我们的智囊团或者顾问皇帝身边的人咱看第三个，金法槽古代的法是这么写的，金肯定是金属的这是一件金属的。然后把刚才烘干碾碎的茶叶末再放到这里面进行碾碎法槽日本有好多还延续我们的旧制其实它就属于司法部门的就像我们法制部门的人金法槽实力碾压这些不道德的分子然后咱再看下一个十转运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刚才这个法槽碾压完了还不行，再放到一个小石磨里
继续把它粉末，把这个茶叶再粉碎啊。转运是什么啊？相当于我们的交通部门的这种官职啊。再下一个胡员外啊，员外嘛，我们一听是不是啊？肯定是脑满肠肥，大肚圆圆啊。土豪肚子里没啥墨水啊。看，这就是员外，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瓢啊，舀东西用的员外啊，大家应该知道啊。那么下一个罗枢密啊，一听罗，是不是那就是罗呀？我们筛东西的东西，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末呢再舀到这里边进行筛选，继续把这个茶叶细化。那个枢密是什么？古代有枢密院啊，枢密院里的这种高职人员他的权力不次于宰相，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下一个宗同事啊，这个更好理解，一看这不扫床的刷子吗？那时候是你看前边那一套弄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扫一扫啊？宗字做的，谐音宗，从事。那从事是个什么官啊？大家知道和珅身边那个刘全吧？大体是这么一类人物啊。再一个七雕秘阁，一听这秘阁，那这就是皇家藏书的地方啊。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什么，这都是大人物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展托啊，别烫着手七雕秘阁，它是漆制的啊。那我这里有一件漆雕的东西这样更形象，看见了吗？雕漆，只是我这是个瓶，它这是个盏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下一个陶宝文你听宝文那也是这个属于皇家的宝文阁呀，什么什么什么，都属于这个文人的一种职称。其实它就是陶器汤提点，刚才我喝茶了，我提的那个就是汤提点。其实它是一把壶古代叫柱子呀但是呢，它不是直接把茶叶放到里边，它只是把滚烫的水放到里边，直接冲茶的叫汤提点。提点呀大家理会一下，大宋提刑官知道吧这个也属于就是法制部门法务人员汤提点给你很高的温度压你那么再下一个竹覆师竹覆师竹子做成的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东西，干什么的呢它是咱们泡上抹茶以后它放到宋代兴抹茶嘛就是喝的茶叶末，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高碎茶覆师，一听这覆师是不是赴汤蹈火就这么个意思丝织坊一看什么是个丝巾，那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巾那它的职位是什么呢？织坊就是古代是绘制地图看我们国家版图的，不能我国领土不容任何外邦的侵犯丝织坊。那么这就介绍完了我们12件12个大官，12个人物这就是我们南宋时期沈俨老人写的茶具图赞。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通过我的讲解可见我们古人那时候对于茶道对于茶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非常的研制。在探究古人古籍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能理解我们古人的文化。那么自18大以来我们习大大就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强则国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一个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国家我们中国为什么从未被战胜？这就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原因。我收藏小杆，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谢谢大家。